上回说到，路飞小分队经过重重冒险，找到了霍古巴克的宅邸。从一个路过的老人家那里，路飞等人得知了关于布鲁克影子失踪的秘密。这一切都是一个名叫月光莫利亚的海贼所干的。路飞等人被引诱到此地，也是莫利亚在背后所操纵的。与此同时，恐怖三鬼帆船的船长王下七武海月光莫利亚从噩梦之中苏醒过来，针对路飞一伙和岛上村民的夜袭大作战开始了。霍古巴克的宅邸，乌索普威胁霍古巴克不要乱来，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那个女人辛朵莉10年前就已经死了。霍古巴克得知乌索普三人去了那个房间，立即勃然大怒，命令僵尸辛朵莉和后面的武士僵尸、武士龙马把这3人关进影子世界。龙马得令后，缓缓向乌索普3人走来，边走边用猥琐的声音对娜美说道：“仔细看看，真是位美丽的小姐，我看到美女就着迷。虽然本木乃伊没有眼睛，能让我看一下内裤吗？”接着就是一串吼吼吼的笑声。娜美一愣，这个对话，这个笑声也太熟悉了。在舆论船上遇到布鲁克的时候，就是一模一样的对话和笑声。这俩人是孪生兄弟。霍古巴克十分得意，这个僵尸和你们之前看到的僵尸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他是拥有特殊肉体的僵尸将军，来自新世界和之国的男人。很久以前，不知真假，据说他是斩下了空中飞龙的传说级武士。龙马拔出自己的武士刀，如风一般瞬间掠过乌索普3人，接着轻轻松松的和辛朵莉僵尸搭讪，要求给自己来一份宵夜。乌索普3人愣了一下，发觉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也不知道这个憨皮武士的刀砍哪儿去了，还以为要被当场干掉了，简直吓死个人。但是现在也顾不得这么多，趁机赶紧溜最要紧。乌索普3人立即向门口跑去，结果刚跑了3步，直接吐血倒地。霍古巴克哈哈大笑，传说被高手砍中的人会在哼着小曲走完3步之后才发觉自己被砍伤了。龙马默默地收起武士刀，低语道：“比个3听，剑为斩。”乌索普3人突然飙血摔倒在地。路飞一伙人走进宅邸，直接推门进到了大厅里。之前的大火被神奇的扑灭了，地上一片狼藉，所有的僵尸们也都回归了原位。路飞一边往里走，一边大喊：“月光莫利亚，出来挨打！”一伙人来到猪头标本前，标本说话了：“知道主人的大名，还敢来此地撒野，你们倒是有几分莽撞的胆子。”路飞看着猪头愣了半天，恍然大悟，这个墙上长着一只猪。猪头小哥大呼一声：“兄弟们，来客了！”壁画里的僵尸们嚎叫着冲了出来，地上的白熊地毯也拱起了身子，众僵尸们一起袭向路飞等人。路飞几个人看见一大群僵尸包围过来，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有点兴奋。这么快又要干架了，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开心的事情啊！甚至冲上去就是一脚把一个僵尸踹回画框里。你们把娜美小姐藏哪儿了？其他人纷纷发动招式，把这些画框僵尸一顿狠揍，把僵尸们揍趴了。大家明显还不尽兴，不约而同地看向挂在墙壁高处的猪头标本僵尸。猪头标本僵尸干笑了几声：“哥，都是误会，有话好好说。”猪头标本哄骗路飞等人：“你们的同伴现在就在房间里面休息呢，不信你们可以去看看。”弗兰奇敏锐地发现，刚刚还在这里大杀四方的卷眉小哥山治突然不见了。僵尸们憋笑憋得浑身发抖，索隆猜测一定是这些混蛋僵尸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搞了什么手脚。不过伙伴失踪这种事在草帽团已经见怪不怪了，反正最后大家都会平安无事，绑架伙伴的敌人们则会被揍得满地找牙后老窝被砸烂。而且城堡里这几个菜鸡除了吓唬人啥能耐没有，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几个人商量着先不管山治，把乌索普3个人找出来再说，现在只能凭着感觉走了。对这帮人严刑拷打，他们也未必能说实话。僵尸们憋笑憋得都要尿了。索隆提议把猪头标本拎出来带路，其他的僵尸笑得更开心了。他们纷纷说道：“去吧，去见识一下主人的恐怖吧。我们真正的主人是那个提了他的名字都会浑身发抖的王下七武海月光莫利亚。你们的同伴不会平安无事的，你们的人会一个接着一个的消失。颤抖吧，凡人们，在主人的面前体验无人能够得救的恐怖。”草帽一伙面无表情，路飞甚至听得有些不耐烦，唧唧歪歪的，烦死人了。气氛营造的这么紧张，老子还以为四皇凯多来了，原来就是个七武海呀！你们去告诉那个叫莫利亚的混蛋，要是我的同伴少了一根头发，我就把他的小岛掀了。路飞说完，霸气的一转身，索隆等人立即跟上。弗兰奇一把拎起猪头标本背在身上，一行人登上楼梯，向猪头所指示的房间走去。僵尸们都看呆了，见过嚣张的，没见过这么嚣张的。最主要的是，大伙谁也不敢吱声。他们能不能打败主人莫利亚不知道，但是他们收拾咱们几个肯定是绰绰有余了。再多嘴还得挨揍。猪头标本被迫营业，给路飞行人带路。结果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了，他其实一直在暗中使诈，故意给路飞等人带到了错误的地方。在这里有一群僵尸老鼠在暗中默默监视着他们。城堡的门外不知道谁挂了一个舞厅的绚丽灯球在高处，僵尸们都嗨爆了。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划着太空步的舞王僵尸在领舞，这应该就是僵尸夜袭前的誓师大会吧，一边跳舞一边喊口号。
一举终了之后，隐形人阿布萨洛姆来到城堡深处一个好像停尸房的地方，唤醒了他手下最强的僵尸将军们。这些僵尸将军之中，有一些都是曾经在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生前臭名昭著的大海贼约翰船长。阿布萨洛姆算是识时务的人，他知道逃跑海贼团虽然只有8个人，但是并不是一般的僵尸能够对付得了的，因此派出了僵尸将军们去追杀草帽团。僵尸将军们派出去了，阿布萨洛姆松了一口气，这一把应该是稳了。这时从门后面窜出了一个黑影，一个名叫罗拉的母野猪僵尸跳出来，不由分说一定要和阿布萨洛姆拜堂成亲。从阿布萨洛姆的反应来看，这已经不是1次2次了，这家伙大概都已经习惯了。劝说罗拉要冷静，我是个人，我当然要娶女人了，你是个野猪，而且还是个僵尸，我们不可能的。罗拉听完立即就火了，摁住阿布萨洛姆的手掌，掏出一张结婚申请书，直接就要按手印。还好这个隐身猥琐男反应快，要不然还真结了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婚了。罗拉并不放弃，冲上来又是亲又是抱，又是过肩摔又是跆拳道，软硬兼施，刚柔并进。今天就一定要和阿布萨洛姆把结婚申请书签了。阿布萨洛姆情急之下告诉罗拉，自己早已心有所属，选定了结婚的女人。她虽然强势，但是很有品味，而且又温柔的人类女人，比你这种猪头不知道好多少倍。罗拉当然是不相信的，你自己也是个缝着豹子脸的半个僵尸，哪个人类女子会看上你？阿布萨洛姆直接掏出了纳美的通缉令，清清嗓子介绍一下，这就是我未来的新娘，进入小岛的海贼之一，美丽性感，富有诱惑力。罗拉一听就恼火了，和纳美的梁子就此结下。罗拉不再纠缠阿布萨洛姆，直接调转方向，撞碎了城堡木本之后，狂奔而去追杀纳美。想和别人结婚是不可能的，你喜欢谁我就杀了谁，杀的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母野猪僵尸，看你还肯不肯结婚。乌索普3人被打伤，霍古巴克就把他们塞进了棺材之中，交给2只松鼠僵尸跑去给幽灵公主佩罗娜送去。2个憨皮公主跑着跑着不慎摔倒，棺材掉了出来，乔巴从里面爬出来，一拳将2个憨皮松鼠给锤晕，然后唤醒了娜美和乌索普。乌索普吓了一跳，他们3人应该已经被那个武士僵尸给秒杀了，他们现在还完好无损的活着。从伤口来判断，那2个武士应该是用刀背袭击的他们。2个松鼠僵尸一看形势不对，赶紧跳起来扭头溜了。3人发现他们要被搬去的地方有一座比霍古巴克的宅邸更加雄伟的建筑，这里就是月光莫利亚所在的塔楼了。娜美爬上楼去一探究竟，发现2栋建筑之间有一条长廊连接。乌索普3人被击晕之后，正要被抬去那个高高的塔楼里。娜美推测，该不会把我们绑架过去做成僵尸吧？乌索普和乔巴被吓得尖叫出来，催促娜美赶紧去逃命。娜美却一副见怪不怪、无比平静的样子。他对乌索普和乔巴说道：“我们就这么逃命跑了，是不是有点太亏了？被这里的僵尸惊吓得一路尖叫，又追得四处逃窜，不能就这样算了。”乌索普和乔巴跳过来，哀嚎着劝娜美：“就这样算了吧，快逃吧，娜美，你可不要有什么危险的想法。”娜美的心里却想着一件事儿：宝物。在霍古巴克宅邸的时候，那个惊吓盒子里的僵尸就和他们说过，宝物不在这里，说明这个地方一定有宝物，而藏在什么神神秘秘的地方。乌索普劝娜美赶紧去逃命，娜美故作娇嗔地说道：“我当然知道要逃命了，关键是往哪里逃啊？”乌索普简单分析一下，的确是很难选择逃跑路线。往前走有可能会遇到更可怕的敌人，往后走则会碰到那个和布鲁克一样笑成性格的武士僵尸，真的烦死了。3人正在纠结，一大群动物僵尸就像是从地底下长出来一样，瞬间就将乌索普3人包围住。一只考拉僵尸一声令下，僵尸们扑了上来。乔巴变身壮汉形态，挡在乌索普和娜美前面，勇敢的迎战，冲上来阻拦扑上来的僵尸们。这其中就有僵尸将军们，比之前他们看到的僵尸还要厉害。乌索普3人一时间陷入了焦灼战，乔巴同时被几个僵尸围攻，乌索普则被一只斑马条纹的袋鼠围住猛揍，娜美被一群狗子僵尸追着咬。娜美和乌索普赶快使出了浑身解数，跳上高处摆脱了僵尸们的追击，并从空中坠下，砸懵了围攻乔巴的僵尸。3人汇合后，乔巴提醒乌索普用火，在墓地和沉默里的经验告诉他们，僵尸是怕火的。乌索普立即掏出火焰星瞄准僵尸，结果刚发射了一发子弹，他就被几个僵尸将军给打倒在地。一头河马僵尸举起剑来砍向娜美，而旁边这只个子矮的企鹅3号僵尸突然跳起来，飞起一脚将河马僵尸踹翻，其他僵尸立即在一边辱骂这个企鹅。这个企鹅是这群僵尸中的新人，虽然是新人，但是会有骨气。他站起来说道：“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人，但是就算违抗主人的命令，我死也不会踢女人。有意见的话就放马过来吧，臭僵尸们！”此言一出，震惊了乌索普3人，因为这个台词简直和山治的话一模一样。